1937年末阴冷的一天，位于中国苏州的佛门净地寒山寺内，突然闯进来几个日本军官。他们在一座石碑前肆无忌惮地拍照，佛门圣地的禅寂时光立即被他们无礼的举止所打破了。在这张看似简单的照片上，主人公的身份并不简单，他就是日本裕仁天皇的亲弟弟咸院宫在仁亲王。他虽然身为日本人，却非常清楚这块碑上所镌刻的字句是什么。这4行28个字都让他无比的崇拜。然而正是出于那样的喜欢，一场惊心动魄的夺碑之战却在悄然酝酿着。有人因此而志得意满，有人因此而命赴黄泉，也有人却仿佛中了神秘的诅咒，背负着1000年的厄运。这充满玄机的一切和这块看似普通的石碑究竟有什么关系呢？1200年前，一个叫做张继的才子，在进京赶考落榜之后，驾一叶小舟漂泊至此。面对江南如此美丽的夜色，羁旅的孤单和难以排遣的惆怅，激发了他的诗才。绵绵诗情顿时流注笔端，写下了这首《枫桥夜泊》。他意境疏密错落，浑融悠远，一缕淡淡的客愁在寒山寺那饱含禅意的钟声中被点燃得朦胧隽永，耐人寻味。在唐代诗人中，张继不是大家，流传下的作品很少，但是那个秋夜客船上失意的人，以及他那场不朽的失眠，却让世人记住了张继。而自从有了他的《枫桥夜泊》，居于偏僻之地的寒山寺突然间名声大振，成了中国名刹之一。历代文人墨客都为《枫桥夜泊》作画刻碑，这些珍贵的作品也都顺理成章地安放在寒山寺内。1937年，卢沟桥事变打开了日本侵略中华的大门，日军残暴地屠杀中华大地上的生灵，贪婪地掠夺财物，用武力与战火掀起了血雨腥风，同时也肆无忌惮地进行着罕见的文化掠夺。他们疯狂地摧残与毁灭沦陷区的历史古迹，千方百计地劫掠沦陷区珍藏的文物图书。同年11月19日，苏州这座具有2000多年历史的古城不幸沦于敌手，寒山寺内大量的文物也难逃被洗劫的厄运，而寺内刻有张继的《枫桥夜泊》诗碑，突然间成为日本人的觊觎之物。据重修寒山寺志记载，《枫桥夜泊》诗的第1块石碑，最早是为宋代翰林院学士荀国公王圭于嘉佑年间留居苏州时所写。这块碑因屡经战乱，寒山寺多次被焚而不存。
至明代重修寒山寺时，画家文征明为寒山寺重写了《枫桥夜泊》诗，刻于石上。这是第2块枫桥夜泊诗碑，可惜至光绪年间所存已不到10个字了。现在嵌于寒山寺碑廊壁间的文征明所书残碑，仅存双、题、姑苏等数字而已。清末光绪32年，也就是1906年，江苏巡抚陈奎龙重修寒山寺时，有感于沧桑变迁，古碑不存，便请晚清著名书法家于越书写了这第3块枫桥夜泊碑。当时于越虽已86岁高龄，仍以其饱满的情怀、稳重的章法、浑圆的笔意，挥洒淋漓，一气呵成。当年12月，于越逝世，这块诗碑成为大师绝笔之作，为中外人士所珍视，拓本流传甚广。如今日本旅游者来到中国寒山寺观光，除了买于越拓本做纪念外，还会来到诗碑前唱起由这首诗作词而流传很久的古谣《枫桥夜泊》。能亲眼见到这块石碑，让他们感到无比欣慰。从中日文化的这个大背景来看，因为日本人他受中国这个文化影响比较大的，那么跟寒山寺的这个情况来看呢，应该说寒山寺在日本影响大的一个就是张继的《枫桥夜泊》这首诗。早在多年以前，中日之间的文化交流就开始了。公元753年12月20日，66岁高龄的大唐和尚鉴真，在日本遣唐使的陪同下东渡弘法，开创了日本律宗。随后，中国的佛教和文化在那里影响深远。而寒山寺的和合二仙在日本更是家喻户晓，据说他们是一对好朋友。这2个人呢，他们感情很好，这个平常是互敬互爱吧，互相帮助。因此关于他们的传说很多的，一个是拿了荷花，那么谐音就是和平的合作是吧？一个是拿了一个再反的放合，就合作的合，说在合在一起就叫做和合。据文献记载，寒山寺始建于1500多年前，初名妙丽普明塔院。寒山寺后来成为寒山寺的住持，后人为纪念寒山，把寺名改为寒山寺。寒山所写的300多首诗，曾在日本广为传颂。而拾得据说后来远渡重洋到日本传道，建立了拾得寺，同时也把佛家叩108下钟的规矩传到了日本。闻钟声，烦恼轻，智慧长，菩提增。日本人相信，聆听寒山寺的钟声能消灾祸，得到上苍的保佑。寒山寺在日本的知名度远远大于国内，寺内张继的《枫桥夜泊》自然在日本众所周知，受人崇拜，曾经被编入小学教科书。
1929年，日本佛图书法家田中弥坊造访寒山寺后，在日本景色优美的青梅山筹建了一座寺庙，也叫做寒山寺。寺庙仿照苏州的寒山寺，立石碑一座，上刻写枫桥夜泊诗，建有夜半钟声钟楼一座，在附近溪谷清流之上还架起了枫桥。日本人对寒山寺情有独钟，对枫桥夜泊诗非常痴迷，觊觎这块碑的原因由此可见一斑。但是不管日本人如何陶醉于中国寒山寺的文化，都没有停止他们在20世纪的寒山寺历史上曾画下的最为卑劣的一笔。1937年底，在苏州成为沦陷区之后，寒山寺成为了日本军官任意进出的地方。他们在寺内各个有名的角落不停地拍照，特别是在枫桥夜泊碑前留下了满意的纪念。这些日本军官没有想到自己能够亲眼目睹这块碑的真容，出于对中国文化的崇拜和熏陶，他们从小就对这首诗耳熟能详。然而事实上，这次来到寒山寺，他们真正的目的并不仅仅是为了留念。在这本由日本2战时期随军记者小鱼行男写作的《随军记者见闻录》中，他这样描述了当时的情景：我们跑到了著名的寒山寺看了看，把寺中的古画搞了下来，因为只要是寒山寺的宝物，都可以卖个好价钱。而1939年3月15、16日，受日寇控制的苏州新报第2版就赫然出现了以寒山寺碑运日为主标题的特大新闻。文中写道：自昔唐代诗人张继所咏之枫桥夜泊诗闻名中外，寒山寺之名随之大噪，故特在会中仿照寒山寺假造一所，为逼真起见，将寒山寺碑即日搬运至大阪陈列，大会闭幕，再行运归原处。据专家认为，这条新闻中要求将枫桥夜泊诗碑运至日本的计划，其实根本就是日本侵略者暗中操纵的一场周密详细的掠碑阴谋。1937年末，日本裕仁天皇的弟弟咸院公载仁亲王在战火之余来到寒山寺枫桥夜泊碑前留作纪念。1939年3月，苏州的报纸上大张旗鼓地发布了要将这块碑运至日本参加博览会展览的消息。虽然文献上没有明确记载这二者之间是否具有必然联系，但据学者推测，喜爱中国寒山文化的日本天皇很有可能在看到照片中枫桥夜泊碑的真容后，崇拜至极，顿生觊觎之心，并且很快将这个想法下达给了一个人。1946年5月，由中美英苏等11个国家组成的远东军事法庭对日本28名甲级战犯进行审判。在这些战犯中，有一张面孔如同烙印，深深地刻在中国人的心中。他就是日本战地最高指挥官、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1937年12月1日，松井石根下达了攻克南京的作战命令。1937年12月13日，震惊中外、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开始了。
日本侵略者在中国犯下的最惨无人道的法西斯暴行，在世界文明史上留下了悲怆的一页。而在日军攻打南京时，盘踞在苏州作为最高指挥官的松井石根，曾为了得到苏州名门望族潘氏家族珍藏的著名青铜器鱼鼎，曾多次派兵前去潘家威逼搜寻。几次不得之后，他甚至还亲自上门，让士兵在潘家掘地三尺。得到日本天皇将寒山寺石碑运至日本的指示后，有军界九尾狐之称的松井石根非常清楚，如果能满足天皇的要求，定会在以后得到天皇更多的信任。但是他在中国驻扎多年，对中国文化颇有研究，深知这块碑在苏州乃至华夏民众心目中的地位根深蒂固，要想据为己有，必须采取巧妙的办法。1939年3月的苏州新报上不断出现有关东亚建设博览会的新闻，言辞显得非常露骨。如3月20日，凡中日满各地之文物代表作品均广示征求；3月25日，凡中日满各地之文物均极易搜罗等等。而有关寒山寺碑运日为主标题的特大新闻中，日方对此事所用的词语是用意良善，目的是将这块碑运至日本参加一下展览，让众人一睹其芳容，而且还可以提高这块碑的知名度。但事实上，当时日本人的想法并非那么单纯。日本侵略者曾试图先以举办博览会的形式先展览，再分批运至国内。他们的真正的目的是想把寒山寺的石碑据为己有。假如以光明正大的方式可以将这块碑运至日本参展，随后遗失、调包或者延后归还，这样的意外几乎都有可能发生。若能采取巧妙的手段将它们作为借口和理由瞒天过海，也许这块碑最终的命运将会发生巨大的转变。这很有可能是日本人巧取枫桥夜泊的阴谋。他们曾组织精干特工随时待命，而且在策划运碑之余，强烈要求苏州的伪政府管制寒山寺枫桥夜泊碑帖，规定凡市面上出现的拓本一律加盖审定印章，以防止赝品的出现。然而也许实属巧合，在市场上出现拓片赝品的同时，寒山寺外却出现了另外一块和鱼跃碑几乎一模一样的石碑。总统府的这块枫桥夜泊碑一直放置于西花园内。1981年，在一次大规模的整修过程中，从同英馆附近迁至了长廊。这块碑大约高2米，宽68厘米，厚32厘米。碑的正面以行草体书写了枫桥夜泊诗，全诗正文28字，旁边3行45字的跋语中注有鱼跃字样。它精雕细刻，笔意圆浑，稳重端庄，保存完好。而且更为奇特的是，它竟然与寒山寺内的鱼跃所书的枫桥夜泊碑，从形状到大小及文字书体及布局几乎完全一致。
两块碑的碑额、碑身及碑座、蝙蝠、缠枝等图案也几乎一模一样，相同之处太多，而差异却微乎其微。在日本人计划要掠取枫桥夜泊碑的时候，一块仿制的石碑出现，似乎具有特定的使命。南京总统府里为什么会出现一块看似和他关系不大的枫桥夜泊碑呢？1939年3月的夜色仍然有些清冷，寒山寺内异常寂静。但是从一个禅房里却不时传来些微细碎的声音。刻碑的不是普通的人，他是名满江南的苏州石刻大师钱荣初。他的刀刻下的不是普通的字句，而是使寒山寺扬名天下的古诗《枫桥夜泊》。一位刻碑大师为什么会突然出现在寒山寺中呢？2002年出版的《重修寒山寺志人物卷》中记载，1929年至1944年寒山寺的住持叫做净如。当年那个刊登在苏州新报上的有关寒山寺运碑抵日报道，想必这位法师也看到了。日本人对这块碑图谋不轨的野心昭然若揭。这位爱国的法师唯恐石碑被日寇掠走，决定做一件神不知鬼不觉的事情。寒山寺那个只是呢，他接了，这是我们中国的不能让他们拿走，所以到我父亲那里来，叫我父亲去把那个碑重新刻一块，把原来那个碑呢拿掉以后呢藏起来。钱荣初曾随苏州一批碑刻艺人承制南京中山陵碑刻工程，专攻碑刻，技艺精湛，曾多次与寒山寺合作制作拓片。见到净如法师后，钱荣初当即答应仿刻一块枫桥夜泊石碑。工钱也不要，什么都不要，我愿意为你把那个碑复制一下，调换了以后嘛，可以不给人家拿走了。主事领我父亲到那个左边一个密室大概做了2个月左右。原来那个字呢，重新一个描下来，再复制一块，这是人家看不清楚的，真假难分。所以呢2块碑，一块拿掉，一块放上去以后呢人家也要来看，也看不出是哪个是真哪个是假。钱荣初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很快就将石碑仿刻成功，从刀法技巧、笔锋娴熟等方面都与鱼跃真碑一模一样，完全难辨真伪。这个以验碑迷惑日寇的办法，正按着净如法师的计划顺利地进行着。但是就在他们将要把仿碑换上去之时，意料之外的事情却突然发生了。汉奸要告的密还是什么样，到了城门口呢，给日本人打了2个耳光的，你到寒山去干什么？1937年日军占领南京后，南京总统府被松井石根的部队所霸占。
1938年，那里又成立了日军扶植的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汉奸梁鸿志任行政院院长。他曾派多名特工密切监视寒山寺的往来人等，命他们看好苏州寒山寺的枫桥夜泊石碑。这时，净如法师请钱荣初悄悄访客枫桥夜泊石碑的事情，偏偏被他安插的眼线发现了。得知这个消息后，梁鸿志立即派手下火速截获仿碑，并用专车护送仿碑到南京总统府内。因钱荣初所刻的仿碑与枫桥夜泊石碑的原碑几乎一模一样，可以代替原碑在南京总统府内展出，而在知情者很少的情况下，寒山寺内真正的枫桥夜泊石碑就用商船悄悄地运抵日本。这个精妙的计谋让当时南京总统府的汉奸以及他们效命的日本主子欣喜若狂，他们相信这个计谋完全可以确保寒山寺内的枫桥夜泊石碑永久地留在大日本帝国的皇宫内。然而就在万事俱备只欠东风的时候，日军却突然停止了所有的夺碑行动。据说那时在苏州城内沸沸扬扬地出现了一个传言，寒山寺门前出现了一具奇怪的尸体和一个有关这块碑的奇怪的诅咒。一时间，有关枫桥夜泊碑的传说突然如不散的阴魂，穿越千年时空。